全幢多大？大概23点多。有加车位吗？有。平车你这样买了多少钱？700多。这么便宜哦？对吧？那实际坪数多大？大概16平。那我想问你，这样子全是16平，那你装修花了多少钱？大概38万。从签约到装潢好花多少时间？不到1个月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肤浅喜欢被赞美的丹丹。大家还记得那一个南科工程师吗？卢比讲，他不是花了170万找系统家具商把他们家装潢的不得不起。这一次呢，他重新又买了一间房，重新装修。我们现在就来揭晓这一次他做的怎么样。卢比讲，嗨，今天露脸了。我现在先进来里面说吧。卢比讲，你这一次这个新房全幢多大？大概23点多。那实际坪数多大？大概16平。我看你这16平里面，它是1厅2房，厕所是共用一间。对，没错。那我想要问你，怎么会突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买一间？你上一次那个170万被系统商骗了之后，不是应该没钱了吗？要把它赚回来。怒买一间。我听说你这间房其实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买好之后，你就速速装潢，是因为这间房子没有啊，租人租出去。对，因为要租嘛，所以你是找设计师直接帮你做。非常简易的，就是把东西包起来就可以租人这样。那我想问你，这样子全是16平，那你装修花了多少钱？大概38万吧。含哪些项目呢？就是含这些天花板啊、前灯、轨道灯、冷气盒啊、窗帘啊、灯、家具也有，通通都包含在里面。对啊。等一下主卧里面的也是有床，那些都算在里面了。床也有。这件事情真的吓到我哎，因为之前你家，我记得我半年前才去开箱而已，马上又变出一间新房子，所以这件事要找我来这里靠北你家装修吗？应该不是吧，因为设计师在现场哎。靠北建商。今天没有要靠北设计师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间房子啊，刚好是另外一种例子，我从来没拍过的。如果今天你想要去买一间房子之后，你不是要自己住，你想要租出去，或者是请人家包租代管的话，那你大概花多少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？像今天这间房子，我觉得它该做的都有做，然后剩下的一些地方它是留白，让未来的租客可以自己发挥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吧。这边是客厅对吧？对。这边买在可以看到海的地方。对啊。那你这个客厅啊，这边还有中岛这些东西是你原本就有建商付的。对，它还有附这个顺热器，就你之前推荐大家一定要买的啦。对。其实那个时候我有陪他来验屋，那真的是前阵子而已。他这个装潢超快的，很迅速。你说从签约到装潢好花多少时间？不到1个月啊。不到1个月全部做好。对啊。然后就跟你说，可以拍一下。对啊，然后你好像后来就跟我说，就是找好设计的嘛，然后就因为我之前不是有做那个35万，可以帮你家轻装修到好。Ruby 讲他就是找那个设计师，就宅直所，然后他迅速的38万帮你把这整个做好，那你就可以迅速租给人家。上面我记得上次来验屋都是管线。对啊。现在是全是做天花板包起来。对，全部包起来。然后还有消防管线。现在这样包起来之后，其实你只要租客他住进来，把自己想要的家具摆到定位，其实就很漂亮了。而且因为它留蛮多白的，所以租客他可以自己去决定要配什么色系。那所以你全室的油漆有重漆吗？就是这边重漆这样。天花板跟墙壁都重漆了。对。因为我看好像有跳色2个颜色，我原本以为是可能有漆一半呢，一半是原本的，所以其实全部都重漆了。啊，有吗？有重漆吗？有。自己花钱做什么你都不知道。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他之前会被骗170万呢？来看这张脸哈，之前那个有戴口罩认不出来，来给大家看一下你长什么样子，这就是会被骗钱的面相哈。诈骗集团如果你们要骗人，要找这种长相下手哦。然后你这个帘是做什么样的帘啊？一般的卷帘。哦。这样拉下来。可以把它整个盖起来。对，因为它这边其实刚好有一个凸凸的。但是我觉得客厅不需要那么考虑完整的遮光性，因为不会有人在客厅睡觉啦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拉开看外面的景色。对，景色真的很漂亮啊！哦，现在是晚上看不出来哈，白天的时候也很漂亮。我看到你这上面还有做轨道灯哎，你这整个装修过程，你有跟设计师讨论过你想要什么吗？我有跟他讲说，我的灯不要像我170万的家，它的那个筒灯是很大的，就看起来很没质感。而且这种就是瘦瘦的，光线很强。大家可能想说，我今天怎么又戴帽子哦？因为我被剪坏了吗？不是，我骑机车骑了快3个小时啊！我现在整个头发是扁的。我今天很忙，我从乌来赶到车站，从我们车站赶到台南来拍。
因为他就在南科嘛，所以我就跑下来台南。对，然后他新买这个房子，我真是很惊讶啦，然后没有想到他是要租人，所以你是打算未来用租金把你之前170万的亏损全部赚回来？希望可以。哦，好，这决定也是蛮特别的。所以未来这边就是看电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这个地方宽敞到其实很平整，要投影也可以。对，所以就之后看这个房客是想要什么样的电视，没有想要再灌给他。那你要透露一下，你这个房子这样子全幢，你说24点多啊，有加车位吗？有平车，你这样买了多少钱啊？700多。不，确实，因为它这边比较偏离市中心的啦，这边是安平的从化区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从化区边缘，因为我可以直接看到海。对啊。哦，这种偏度下宅啦，所以他可能想说几十年后等到要退休收回来，到时候还能住吗？你要看一下这建商厉不厉害。因为刚刚他跟我说他靠北建商，但是建商是做了什么事让你不爽？看一下厕所，然后一边跟我说一下建商是怎么一回事好了。好啊，好啊。我跟你说，他之前做的这超夸张的，你看那边有重铺的痕迹，我验了3次屋哦。他才把这里铺好。我跟你说，你一定要找到好的工地主任。对，大家在验屋的时候真的要注意这一点。如果你是需要去重新改你家的一些缺失的话，尽量找那种比较负责任的工地主任。但我必须说，大家也不要吹毛求疵了，因为你花多少钱，然后找什么样的建商，买什么样的建案，自己其实心里是有底的。我们不要花100块，然后想要买到路易比痛好吗？可是他之前我们。没关系，观众没有想要听你抱怨这个。他会自己冲。收好酷哦！那你建商不错啊，都不知道我的马桶有多烂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说，我的建商比你还厉害。你那个是什么？发哥是不是？对啊。我那个是阿德。我这样好像全部都讲完，到阿德就好。其实还有别的昵称啊。那大家都知道嘛，台湾烂建商有哪3个？就是那3宝嘛。好，大家自己猜哪3宝啊？我就不明说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不知道。Hello， 我是丹丹，还没订阅吗？如果你喜欢看居家装潢风格跟饭店开箱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小铃铛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主卧，所以这个也都是包含在38万里面嘛？对啊，包括这些桌子、椅子、床啊，遮光帘，对，这可以自己调整啊。你想要有光还是没光？像你。平时都没穿，可是又有点暴露狂。像 Lupi 讲，他本身就很喜欢被看的话，就可以这样。那如果是像我比较害羞的呢，那就可以这样子全遮。如果你怕光，就整个把它遮下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蛮弹性。那你想要有一点光线透进来，就这样子。我觉得可以因应多种情境去切换你们家的光线啦，蛮好用的。那它这个卧室啊，我觉得也蛮厉害的，它就是又有窗了，发哥经典格局啦，川字型，它的房间通通都给你窗，我们这样可以看到外面。哇，这个夜景真的是很威啊！你这个楼层也够高，然后那边还看得到海。那现在晚上了看不太到。那这个卧室啊，主要是做了哪些项目啊？做天花板，做这个灯，亮度会比较均匀，然后床头的部分也比较会有光源。我觉得你这间房间的光线蛮均匀的，不会说有一个地方是暗暗的这样子。对啊。衣柜的部分，他如果自己觉得不够，再自己扩充这样。对啊。我原本以为你会直接做什么系统柜之类的。如果你要叫系统柜，它会有一定的材数要做，所以你没有达到那个量的话，会蛮贵。我有讲错吗？基本上他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量。好，我来翻译成白话文了。我觉得那个观众可能听不懂，就是因为这个人呢，他被骗了170万，做了很丑的装潢，之后他没钱做了，他预算只有38万。对。那38万做到这边已经很厉害了，天花板全包，整间这个木工就超贵了。对。然后又做铅灯嘛，冷气盒、木座，又包含送家具，还全是粉刷，所以就没有闲钱再多做系统柜，因为没错，系统柜做起来也是蛮贵的，而且你之后要拆掉还要花一笔钱。给租客一个弹性，他想放什么都可以。对，全室的地板都是原本的吗？对。那这个踢脚板为什么没有把它一并漆成墙壁的颜色啊？部分是预算的关系，部分就是让它有跟墙壁有个不一样的颜色。对比这样。好，屋主没钱哈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。被骗光了啊！大家可能一直很困惑哦，这个人他说他被骗了170万啊，然后做了很丑，没钱啊，怎么还有办法买房子再租给人家哈？通常会喊没钱人是什么样的人？就是有钱人哦，因为穷人更没有空说自己没钱哦。写考。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一间，好，那好像也不用看，那我们影片都在这边。没有，它是空的啊。对啊，整间是空的啊。有啦，你这一间应该就是到时候他可能可以做小孩房，或者是说如果他是男女朋友一起入住或夫妻入住，吵架了有个地方可以冷静一下。对啊。最后来看一下它的阳台吧。他还有送这个冷气。地板这叫什么木纹砖吗？这种东西？木纹砖。你这跟我一样，就是我们那种烂建商标准就是附这种。这我没用过。我的也是手拉的啦。然后不是我要用。
大家看好这个房东的脸哈，来，你不要害羞，不要遮，给你未来的房客看一下，你的房东有多无良哈，不要跟这样的人租房子。不过你们也看不到他啦，因为他可能会找包租代管哈，然后你们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原来你的房东是卢比讲。看格局不就知道？对耶，你们这个室外外机是他送的，不是架在外面，是在里面哎。对啊，这样就占掉一个空间，比较可惜。他就是建商送的，所以他硬要把你塞在这里。这样你洗衣机下去之后，你其实已经很挤了，其实蛮小的。好，那我们整间房间的导览看的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们要来做，你是不是有一些奇特的布置啊？这是你个人匠心独具的居家布置，不好意思，就是要有个植物啊。我去逛了好事多就顺便买。你在逼我要在圣诞节之前把这一集上架对啊，我前面还有其他得上，你这样子我。那这边这个也是你带来的吗？对啊。圆圆，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不是设计师安排的哈，像这个就是屋主自己本身的品味嘛，我们都可以看出来，一间房子里面有一个设计语汇，一个完整的概念。那当这个空间里面开始出现一些突兀的东西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屋主有他自己的想法跟品味，像这样子，我没有说它是好或不好哦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扩香而已啦。这是扩香哦。对啊。会香吗？会啊。香吗？去死！它没味道哦。有啊。它很淡。你鼻子坏掉。那你带这个锅子来这边是什么？一个装饰品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进行访谈了。大家看一下旁边这些装饰品，就是他布置的哈。这个跟那个他找的设计师无关，是想要让大家看到这个布置就想到他。好，那卢比讲，我想要问哦，因为你半年前住进去的那个家，你花了170万去装修嘛，然后那时候装修不是很满意哦。细节大家可以看这边这个资料画面。我没有想到我频道在很初期的状态下，3000多订阅的时候，1500，你怎么记那么深？因为我每天都在看那些自己片啊，都是我自己去把它弄到4万。所以我的数据是你刷出来的，不是设计师笑到直接关灯了，都撞墙。你知道，因为我的频道在很早期只有1000多订阅的时候，那支影片一开始就冲到快4万观看，然后到现在有大概7万观看。这对很多大神来说不是什么很厉害的流量，没错，这对我一个这么微不足道的频道来说是很厉害的。然后我从中领悟到一件事，就是原来大家喜欢看人家失败啊。对啊。所以其实我今天本来是抱持着我要来拍一个失败。我想说，我的流量密码又来了，我来看他这一次做的怎么样。但来了之后，我才发现说，他这间不是要自住啦，对，他是要做来要租给人家，要收回那个170万。对，那你是怎么找到你现在找了这个新的设计师？因为板娘就是我朋友啊，然后他就一直说我是肥羊，他就说我来帮你弄。对，你真的很好宰啦。你这个房子没有要自住嘛？你一开始就设定说你是打算要租给人家，然后就做一个简易的装修，超级简易中装修，花一个合理的价格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想要动脑 ，OK， 其他就是他自己想办法。然后我就要当个废物这样。没关系，因为反正你之前喊那个170万，最后也还是很失败，所以不如什么意见都不要出，然后找一个安全可靠的设计单位帮你做到好。没错。那我觉得你这个38万花的蛮值哦。假设我是租客的话，我反而不希望房东做了太满的装修，因为他的需求不一定是我的需求。他把它整个都装满了之后，我想要放的东西可能会放不下。例如说，好，他假设放了整排的衣柜，那我想要放电子衣橱，我就放不下。而且这个装修选的色系，我觉得蛮聪明的，因为浅色系它就好搭配嘛。所以未来的租客来看这间房的时候，他会很容易的看着这个空间去想象说我未来可以摆些什么。对啊。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浅色它显得宽广，所以你的房子会更好租出去。对。所以这个设计从一开始出发点，它就朝着好租出去为发想。那说不定这支片上片之前，你就会租出去吗？你什么时候要招租啊？最近吧。好，那38万啊，你这样子做起来你是满意的吗？蛮满意的啊，至少就是看起来很干净。那有什么部分是你觉得说，其实我应该要再加价，当初一开始一口气就把它全部做好的？这样就很 OK。对。好，最后结论就是，假设今天您是已经买到可能第2间、第3间房了，你是一位想要快速的找到租客的屋主，或者说你是科技业的员工，你的薪水很高，闲来无事的买了一间房，想要度假用，但是你又没有常去住，不想要装潢到太完整，你只要先做一个基本的底子，那这样子宅之所的这一个超值38万方案就会非常适合你。如果说你是有自己更想要的，或者说你
预算更足的话，你也可以跟他们说，他们会根据你的预算去帮你做搭配。那我们这一间房子你们看到那些家具，是因为它的预算也要在38万以内，呈现出来的结果，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的物超所值了。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喽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下次影片继续跟着丹出去玩，吃喝玩乐。耶！你是不是没有？你没有，还说你刷了很多次，你根本没有看我的影片。